我没有 launch 对哦。哇！会有，有力哦。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我的人呢，今天就来到了 Wing Hin Toyota， 在马拉空这里的。他们其实有几间分行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其他 Toyota 款式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到他们 Pandan Indah Showroom、王沙马珠或者是马拉空这边的。但是的话，只有在马拉空这边有 GR Garage 啦。所以今天呢，我是要来提车的 Toyota GR Corolla 的哈。当然，这个只是 clickbait 啊。我提车呢，只是来提个2个小时过后，我要还回去了。我今天早上就加 FK8 来，我加 FK8 来是干嘛呢？我是来踩场的，因为很多人一定是会拿 FK8 或者是 FL5 Type R 来做比较的。我觉得 GR Corolla 在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比较少试驾，他们是在Sepang里面试驾的。但是如果你说在马路上的话，应该是比较少。加上 Wing Hin 呢，刚刚也买了这辆车回来罢了，才36公里哦，新车，坐下去还有一股新车味，很香的。所以今天呢，我会带大家来试驾这一辆车，顺便给你们看 POV 的视角啦。In case 你们不知道我的这个频道呢，其实一路来是做的 POV 视角试驾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再来了解我这个channel啦哈。这辆车刚刚在马来西亚推出不久啦，大概2月份左右，它有自动跟车系统啦、AEB 啦、Reverse Camera 啦、Sensor。这辆车推出的时候呢，卖的是355千左右。比起 GR Yaris 的话呢，当时它是卖着不到300千的。但是我个人觉得 GR Yaris 的款式呢，没有这辆漂亮。GR Corolla 一推出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我又不想这样高高圆圆这样子，但是如果来到 Corolla 的话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会比较平衡一点点啦。好了，那我会带你们去看看第一人称视角。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希望大家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到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那话不多说，我们上车 ，Let's go。我试驾 GR Yaris 的印象呢，大概是1、2年前了啦，开始已经忘记它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一上手的话呢，其实它感觉很像的。从它的离合器开始踩它的换挡啊，感觉就是跟 GR Yaris 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呢，我记得当时 GR Yaris 它是给 BBS rim 的，来到这里的话，它是给到一个 N 开的18寸轮圈，后面是235/40R 18寸的。这一次的轮胎是用着 Yokohama Advan Apex 的轮胎。上一次 GR Yaris 呢，它是配搭着 Michelin PS4S 的，后面有一个刹车卡钳，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前面也是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哈，也是18寸，前面也是235/40R 18的，前面有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配搭着18寸的刹车通风碟，后面则是16寸。除了四驱系统，它会跟着你的驾驶模式来分辨它到底要用多少%的这个动力在前还是后，里面也是可以做调整的。前面有差速器，后面有差速器，我们英语称为 LSD 的。所以当时我驾 GR Yaris 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因为我不会驾驭嘛。习惯了 LSD 的话，LSD 真的是非常的棒。前面的悬吊设置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我们叫做双 AB 啦。在操控方面的话又好，而且又蛮舒服一下的。它的轴距为2640mm， 长度为4410mm， 宽度为1850mm， 然后它的高度是1450mm。如果是不包括后面有个小天线的话啦，这是它的钥匙哈，有一个 GR 的 logo 在这儿，然后它是很简单的，像Toyota那种一个锁车跟解锁，就这样子而已啦。它有一个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你只需要手靠近这个手把这里呢，耳朵就会开了啦。这个椅子还很新，我就无法拆开啦。这个是新车来的吗？我们叫做 Semi Bucket Seat， 很舒服的一张，有一个 GR logo。拍照的时候记得它那个头要歪一边啊，要给人家看到你是 GR 哦。之前的 Vios 不是好像也是有 GR 的 logo 在那边咩？但是那个是 GR Sport， 这个是真正的是 GR。打着引擎的话是 Start Button 在这里，你必须要踩 Clutch， 不用踩 Brake 哦。FK8 是要 Clutch 跟 Brake 一起踩才可以 Start 到。
隔音好像还不错哦，因为当我关起门的时候，我感觉到外面噪音都会比较少哦。那这辆车有这个自带的 Short Shifter， 它是一个6速的手排变速箱。这个换挡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在 GR Yaris 的时候的感觉，6速。如果你要去 R 的话呢，你要下面拉起来，然后往左边掰到最上面，然后它就有一个倒退的镜头，还有 sensor 在后面。Jonathan。FK8 没有啊，换挡都是蛮扎实的，但是要习惯啦。这种感觉的话就比较难上手一点。如果你习惯 FK8 的话呢，我就好像玩玩具一样，很顺，很小力就推得到了，然后它有一股力量会好像吸进去的感觉的。这个就不是了，这个好像要用真男人的力气去推，它是好玩的。然后这里就有驾驶模式啦，它有3种，有 Eco、Normal 还有 Sport， 还有防滑系统关闭。当 Sport 的时候呢，它的仪表就会变成这样啦。这个是可以切换的，你这里按一下 Setting， 你就可以去到最下面有一个叫 Meter Setting， 要按99了哦。比较麻烦一点，然后你去到 Meter Type， 你就可以切换你要圆的，还是你要跟着 Driving Mode。我也比较喜欢跟着 Driving Mode 啦，都蛮多东西可以去调整的，因为它是一个全液晶仪表盘啊。GR Yaris 就不是啦，你可以往左右按，还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Mode， 这个水温啊、油温啊、油压都有在显示，还有 G-Force，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还有这个 Turbo 的显示啊，我们踩一点油门来听听看它声音。跟 GR Yaris 很像，因为是同一副引擎，它的冷气这边就很像 Corolla Altis 一样啦。我还看到这边有 Wireless Charging， 你要按打开，我把电话放这里 ，OK， 可以哦。这里有一个传统手刹，这个就是它的 Four Wheel 系统。这里有2个置杯架，没有中央扶手，但是这里可以放一个手机，还有 Type C 接口，没有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手动的，没有天窗，但是有 LED 灯。冷气很冷一下哦，开玩笑的，放小一点，很冷。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啊 ，very good。不过后面我比较喜欢往后面再移一点，如果再往后面移的话，我的坐姿会比较适合啦。打开头灯，有自动头灯哦，有一键闪3下。这里有一个按钮呢叫 IMT， 你按开了之后呢，就是它有做降档补油的动作，你不需要用脚去做哈。自动远光灯系统都有，头灯可以调节高度哦，手动的。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这里很像 Altis 啦啊，这个不用讲太多了啦。哎呦，前面已经调整成我驾驶座，我身高173，大概剩下3根手指的宽度哦，我头部空间大概剩下1个拳头。GR Yaris 的后座空间其实也不小，只是说你上下车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2个门嘛。来到这辆车4个门的话，你载人都会比较方便的，而且它椅子呢蛮舒服一下的哦。它的包覆性在背部那边是不错的，只是说椅垫应该有一点短，还可以，比 C-Class W205 好很多了的。一个中央扶手，有2个置杯架，至少不会像 CV 那样会跌下来。左手跟右手都是对称的，所以是舒服。手把啦、灯啊、LED 的，这个会比较简陋一点哈。没有错的话，这个顶上是 carbon fiber 嘞，不能连续晒太阳哦，对这个也不好。如果当年马来西亚有引进这种掀背型的短尾版的，我觉得都是很帅了的。但是 Recon 有卖这啦，没有错的话是1.2 Turbo 是吗？它有手排版本，大概都要160千左右，而且是 Recon 的。FK8 是3粒排气管在中间 ，GR Corolla 是分为3段，中间1个，左右手1个，有点奇怪啦，但是也是一个特别的创新设计。尾部空间的话呢，我觉得不够大哈。很小一下，放了一个包包之后呢，我的相机包这里就变成了好像不够深啦。下面这边又很奇怪哦，它又没有备胎哦，是吧？但是它有这个电箱放在这个后面啦，延长电池的寿命。in case 你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电箱放在后面，很多人后期改装都会放的，因为不用放在前面热嘛，引擎热嘛哈，蛮美的哦，这个屁股我很喜欢哎。哇，还有点薄。哇，还有送 dashcam 啊 bro， 系统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的感觉哦，不是很轻。它喇叭还行啦。这个散热孔好像是没有洞的嘞，又好像有洞嘞，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洞是从哪里来啦。我找不到有任何的洞在这里啦，里面也是没有嘞，就是它从哪里来啊？然后这边真的是有洞啦，前面会细缝进来降温轮胎，还有这个刹车卡钳的。这里是一个 radar sensor 来的。这个引擎盖的话，上面有2个洞啊，它不是我们从 Shopee 那边买出来的哦，都是现在年轻人他们为了把自己的车看起来更煞气，他们去 Shopee 买那种假的粘上去。讲真的，如果我觉得这辆 GR Corolla 没有这2个的话，我觉得会更好看。反正它如果在引擎盖那边设计一个洞进风的话，我觉得会更好。
哇，这个引擎盖看了都比较煞气一点哦，有红色的哦，还有写的 GR Turbo， 代号为 G16E GTS 的一副1.6公升的3缸涡轮增压引擎啦。GR Yaris 那边是大概260到270匹左右，但是来到这一副的话，它可以产生300 PS， 还有370个牛顿米的扭力的，配搭到6速的手排变速箱。但是有听说 Toyota 在研发这一个8AT 给它哦。这辆车的马力为什么比 GR Yaris 更高呢？因为它在进气方面做了改善，还有它调教比较高输出一点，所以为什么可以产生比 GR Yaris 更高了 ？Of course， 如果你是加的 GR Yaris 的话，你可以随时去刷程序的，所以你也是可以得到大概这样的数据啦。很轻的一个引擎盖，应该是 aluminium 的。So， 我们去上路试驾吧哈。但是现在呢，我是放在 Eco Mode 啦，我先试一下它的 Eco Mode 是什么感受哈。感觉到一上手的话哈，它的这个离合器哦，它是比 FK8 还重一点的啦。因为刚好我是驾 Jonathan 的 FK8 来嘛，所以就很有感觉，它的那个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啦，我可以这样子讲。我们试一下换挡。哇，它的那个离合器都结合的蛮快哈。有超。你如果上来的话，你会 feel 到它是一个3缸吗？不会。不会哦，它不会很陡啊，写的哦。哇，那个有力哦。我没有开那个 Rev Match IMT， 我把它关掉，因为我想要试看自己换挡那个做 Hill 我感觉是怎样。哇，很轻松哎，完全不知道它是一个1.6 3缸哎。还有听到 blow off 的声音吗 ？Gas wastegate 啊？有。那是 wastegate 是 blow off 吗？哦，那个牙会 kick 到一下嘞，有时候进不到，感觉，因为 FK8 太好进了，真的。它太顺了，这个会有一点，你要习惯。好像之前我加 GR Yaris 这样子，我也是一开始我不太习惯的那感觉。哇，有力耶这个车，看，哇吼，哇吼，哇吼，诶，真的。它的力哦，它来的比 FK8 还来得快，因为 FK8 是这样的，它的转速是跟着好像 NA 这样，你知道吗？你越高转越有力哈，它把 Turbo 调教成好像一个NA 的感觉，但这辆车不是，这辆车的话1-2000转开始哦，你 feel 到那个爆力已经在开始来着了，可以到6500转哦，它的马力最高。我们试一下它的 corner， 我要试一下 LSD 的感觉，诶，真的嘞。它的 LSD 的感觉是跟 GR Yaris 一样咯，当我踩油的时候是它抛我出去，我收油的时候它拉我回来，那种感觉就是差不多。我现在Eco Mode嘞，我试一下哈，我放 Normal。Throttle response 会比较快一点，悬挂的话好像会硬一点。我再放 Sport 看啊，会吗？感觉又硬了一点点哦。但是它不会像 FK8 那种，我一换 mode 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我屁股下面都不一样去，你知道吗 ？FK8 会有那种感觉是哇，整辆车软啊或者硬啊，然后你的油门开始感觉哇好像很冲啊，这辆车还 OK 啊。然后现在我有点看不习惯了，因为我现在放了 Sport mode 嘛，它的 meter 就变成了好像加 F1 的感觉哈。它的这个方向盘都不会很重，如果你在 FK8 的这个 Sport 的话呢，会比这个的 Normal 更加重。如果你放到它的这个 Plus R 的时候啊 ，FK8 那种哇，真的是重到鬼一样哦。这个 OK 嘞，但是它转向的话幅度也不会很大哦，大概转一点点就开始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幅度也，它的这个方向盘也不会很重，轻算轻啦，给我来讲，但是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它不会轻到你哦，觉得你会怕啊，在高速上面。很稳一下哦，那个车。OK， 我们试一下它的 IMT 啊，我打开一下。sorry 啊 ，IMT 就是它的 Auto Rev Match， 我们试一下它的那个Rev Match 会怎样 ？OK， 顺嘞。你看我的右脚是没有踩油门的哦。OK 哦。
FK8也是有，不好意思，我一直拿 FK8来比啦，因为竞争对手就是这样哦。你们可能会在想，我到底要买 FK8 Recon 呢？现在还是要买 GR Corolla？不一样东西啦，一个是市区，一个前驱，我知道不能拿来比，但是人是这样的嘛，我的价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是不是？哇，它的那个油门真的是冲哦！我换牙都冲了，我觉得它的 engagement 太快了。哦，我要把它 IMT 关掉先，把自己来换。哎，sorry。啊，braking 不错。OK 哦，前面是 four board， 后面是一个 twin board 啊，twin board 来的。还有。哦，不错不错。Sorry 啊 ，Jonathan， 两个都是 Jonathan， 一个是在后面，一个在前面。我无法把它换牙换到很快，因为它的牙的感觉就可能我少了1秒钟，我感觉它比较硬一点，比起 FK8 的话，所以我换牙会比较快 FK8。那说法你觉得这辆车的隔音 OK 哦？好很多。好很多。不会跟 FK8 差太远啊。有些人就是玩险了 FK8 哦，他们又要手牙车，又不想去 Conti 车，是不是？他们就会选这种车咯。然后我再考虑这。不用考虑啦，因为它有 reverse camera。我们来开窗听一下它的那个 exhaust 声，不懂会听到吗？是吧？然后 drone 比较强。有没有觉得好像 mini V6 的感觉？哇哦！哇哦，interesting。声音不错。不错。更加热些。其实这辆车一点都开起来不像三缸，很有力的呢。它把那个三缸好像1.6公升的三缸发挥到极致哦。应该是它的limit 了哦，不能再上了哦。哇，油门冲到啊，我稍微一不留神。你一定要把油门控制好，要不然乘客的话会晕车。我觉得驾这种车会冲啊，好像迪巴这样冲一下，你 performance car you know。我没有 launch 对哦，哇，会有力哦。哦，不能把它给加慢了这个车。它一上去的话，你这个 Sport Mode 就是讲，我的油门就算我踩一点，它就是冲着去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有那个热血的感觉，很澎湃。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转速啊，去到高的时候它还是有动力的哦，它完全不像是我加的那种 Golf GTI 啊，或者是 Golf I 好啦 ，GTI 的话就一到5500转过后好像都是比较虚的哈。OK， 然后我昨天也试驾了 A180啊，也是一样的波车，就是5500转，你就觉得哎呀我要换牙了，没有力哦。我在高转的是没有意思，但是这样的三缸的话，我会觉得，它很肯让你再上高一点哈。OK， 那这辆车还可以显示油压啦，还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我也是要试一下哈，那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maybe 要打开这个 Lane Keep Assist， 然后现在是可以 set 跟车距离的模式，看到最远，然后我 set 是哪里啊 ？Where's the set？ 那个 set 在哪里？这么我找不到了。How unavailable 哦。可以了，可以了。然后那个方向盘还会帮我转动哎。What？ 这个 Honda Sensing 的那个 FK8 应该也是有吧？也是这样哦。你要看我的脚是没有踩在油门跟那个刹车上面哦。他叫我，他叫我把手放回去，不然的话他就会 cancel 掉那个 cancel 啦。我们男人驾车应该是比较少会用到这种OK，
然后这辆车还有的调它的 4 wheel 啦 ，OK， 然后你可以调你是30:70啦，就是可能前后的那个分配的那个动力不一样啊，你可以调后面比较多还是前面比较多。前面的话是60:40，后面的话是30:70，所以如果你要玩一点小小 drifting 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放 GT4 track 的话，就是应该四驱的动力都是一样的咯，前50后50咯，可能是这样啦。所以刚刚我切换的时候没有声音，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吧？原来是在这边有看的。Daily drive OK 嘞，这辆车放 normal mode。只是说它在2000转的时候呢，你会听到那个低转的声音，有一点点少少的 bass 沉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你要去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你会觉得那个 engine 会比较吵一点点，然后过了2500转就开始没有事了，你就习惯就好啊，但是还是偏安静啦哈，以这种动力有的车，它的降档。哇，真的快呀！这辆车，那是真的快，真的快，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行驶在105 km/h 呢，大概是2560转这样子啦。啊，如果你讲硬来讲的话，是100 km/h 呢，是在2500转，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转速。看到很多媒体在色邦那边试驾了啦 ，GR Corolla、GR Supra， 还有一个 GR86 啦。这辆车在 track 的话真的是很快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媒体的话，他们会对那个 GR86 的话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可能后驱车啦，加上动力也不大，所以他们会觉得那辆车好操控很多。这辆车的动力真的是很猛啊，不是开玩笑的。外国啦，他们拿这辆车跟 FK8 比直线是不是？啊，很强一下哦，这辆车。对对对，它比 FK8 pick up 来的快，因为可能市区嘛，第一个。对，然后第二个我说过 FK8 的转速呢是要在越高的话越有力的，所以它可能在转速低的时候呢就是输给这辆，而且这样是3缸而已哦，3缸的这个 pick up 的加速那个瞬间的这个油门踩踏反应是比4缸来的快的 ，OK。然后 double lag 的情况也是很少的，这辆车可以这样子讲啦。这个 GR Corolla 的话呢，要有一点技术去驾，所以你会觉得会比较 challenging 一点，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如果我觉得一个车太过容易上手的话，又好像没有什么小乐趣这样咯。当然我不是讲 FK8 不好驾哈，我是觉得 FK8 好驾，但是你要再改的话，才会有暴力的感觉，要不然是一个很舒服的车。这辆车一上手就觉得很暴力哦。再改下去我不懂是怎样哦，可以再改没有嘞，觉得300匹哦，1.6，这个 engine 这样厉害哦。Not bad， 我没有开 IMT 哦，蛮顺的哦，容易做。哇，它的方向盘很幼哦，它不像 FK8 那种厚厚的。比较小力。哦，它比较小力，对。哎呦，那个路。哇，我玩够了，这辆车真的好玩，好玩，355千值得买吗？值得。我说值得，真的值得，一个乐趣啦。对啦，如果给你355千去买一个 auto 的车，CLA 45S， 那我更贵啦，又怎样？然后都是 auto 啦，是真的很快，无可否认，直线来讲啊，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得起这辆车的人呢，90%以上都是喜欢驾美诺的，这是事实哈。所以这种我们喜欢玩美诺的车，手排真的是那个心中永远都是手排啊。因为说真的啦，我们都是自己在操控，我们不喜欢一个东西在操控我们，然后就是我们的脑就是我们的 ECU 跟 TCU， 所以我们要怎样就怎样。现在我要5档就5档，我要4档就4档，哇，这个是。真的是无法去形容这种乐趣哦！看，我要超车，超完车5档、6档，你看多好，然后随时做降档补油，哇！你看那个乐趣，
哇，它的低转的时候，你会 feel 到它的 bass 哦，三缸的这个感觉又体现出来哦。Not bad。OK 啦，我这次的试驾就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呢Wing Automobile 巴拉宫的接出这辆车给我试驾啊，虽然没有的把它开上云顶，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下次可以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加啦哈。我好像没有开过我们四驱车上过云顶哦，是吧？好，很容易加。我目前为止觉得不会容易失火的车，而且应该也不会让你失火，因为我记得 GR Yaris 的手势是。你放 clutch 多嘞，好像会补油给你的。OK， 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哈，我进1号牙，我的油门不要踩哦，我放，你看到吗？它补一点油门哦，跟那个 FK8 一样哦。这样下单吗，老板？你有没有搞错你来Toyota你穿什么？我换，哪一件给我？哪一件给我？真的是精神啊！这辆车，目前为止你加出去啊，它不像 FK8 这样，人家会怀疑多2点。哎，你是不是 FC8 来的？一眼就看出去，哎，这个不简单，就是 GR Corolla，不会怀疑多2眼，你是不是假狗？不妨可以来到 Wing Automobile 巴拉宫这边，他们有 GR Garage 的部门在楼上啦。非常感谢他们借出这辆车。如果你们想要看其他的车的话呢，他们会在Pantai Indah、黄沙马珠还有巴拉宫都有的，欢迎大家来这边看看。好了，各位，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这辆车跟我之前试驾 GR Yaris的感觉是相当的相似，尤其是它的换挡方面啊、踩油方面都很像，所以让我想起了以前我试驾 GR Yaris 的时候。但是呢，车身来讲呢，这辆车会感觉到会比那个重一点。舒服方面，我觉得这辆车比较舒服，因为它的轴距也比较长一点的。但是呢，买这种车你不可能不改的，我觉得一定会再继续往后面改。不懂可以上多少匹马力呢？我期待马来西亚有人买了之后呢，把它改上马力啊，看一下它的潜能是怎么样了哈。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